你这几天怎么样？就是搞不懂。搞不懂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？对。我又何尝搞懂过？我感觉我就是有的时候接触下来，感觉好像又还行，但有时候感觉好像一帆说的是宇航，好像也没有什么，我昨天就是和你不在那吗？我就时常看着你的情绪，仿佛在看我自己。真的假的？天哪！不要这个样子，互相照镜子，我们这。我就太能，就是感受到你那个信号，心碎的信号，笑死，很可爱，是吧？太像了，是吧？太像了，有点太像了，怎么办？救命！而且主要是我是一个很双向的人，就我可以很热情，但是，就如果说一直是一个冷的状态之下，我可能会比较降低我的一个。我懂，我非常懂，我太懂了。感觉他们两个心情很像，经历现在这阶段比较像。是懒懒出现吗？哇，小娇，咋了？我是来给你东西的，谢谢你给我的零食。哦，娇每天给兰兰送吃的。给你个东西，就是那个花生，是，我们可以尝一下，还有一个。谢谢，谢谢你给我的零食啊，这是我给你的不一样的，就给大家吃的是小的，这个是大的，是它最经典的。你的零食真的很好吃，然后每天一般会吃也会吃到。可是我很喜欢这个 moment， 说真的。他好开心啊！有没有人管牛们死活？但我还是吃掉了大部分。谢谢。你尝尝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反正你那么瘦。行，好，没问题。那要不你们聊会儿，我撤。你包好了吧？我准备去包，好的，谢谢。不用谢，谢谢你。你看他现在是不是像个小男孩，高兴的？腿都发出火星子了，只要一点点回应就能开心的起飞。但我不觉得小娇完全没机会。说真的，我真不觉得。哇，超开心，兄弟！真的超开心。我还挺希望能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小娇真的挺真诚，且她从一开头开始，她就很热烈且明确的选择了他，至今为止一直都是。超开心，兄弟！兰兰给我的。哦，哇塞，我们俩一起吃，要这种快乐，这种最快乐的时刻，我们一定要一起分享。我感觉我活了，真的。对，你吃一小块啊。没事，来一大块，快乐，来干杯。快乐很简单，一起吃，就是给最好的朋友分享啊。哇。哎呦，别噎着。
很可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爱情永远这么美好，就他时不时给你一个打击，但时不时又好像给你一线希望，你就永远猜不透。买了摆床头了都。哎呦，他这兴奋啊！我的妈！瑞龙什么都懂。这个藏起来了。你看，我就说他小娇肯定一下就燃了，有戏，有希望。兄弟，我又行了。这男的开心，他真的好喜欢啊，他真的好喜欢兰兰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可是这不就是心动最美好的？对，这种我是女孩子，我会被打动的。我觉得这就是他的那个纯粹啊。对，真的，大家心情都跟着这些人起伏，忽上忽下。为什么心动这么好看？不到最后一刻，咱也不知道会发生啥。当然很怕就是小娇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受伤，或者会不确定，会找不到自己。但是目前他做的这件事情，他就是有回响的。我觉得在这个阶段，他就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份心动的感受。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。对，男人在喜欢的人面前，第一反应是胆怯，但是女生在喜欢的人面前，第一反应是勇敢。这句话是可以很好的来打开和缓解小娇的整个人的状态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像当时给了他一粒定心丸，或者给了他一剂强心针，让他更好的可以表达真实的自己。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？我觉得这里的勇敢和胆怯，我觉得应该是个泛指。我的理解就是说，你遇见了喜欢的人，你会碰见一个前所未见的自己的一个状态。我感觉我有点像，就说感觉是会变得跟自己往常不太一样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核心。我是平时是一个比较热烈，然后比较很直接的人，但我碰到喜欢的人之后，我会有点像所谓的胆怯。不知道怎么样相处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，然后我就会话变得更密，然后什么都说不过脑子，然后晚上回去在想，我天，我今天会去说这些东西，好抓马呀！我怎么说出来的？想完美一点，就反而有点笨拙了。但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有这个经历，我学生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就是暗恋一个班的女生，我就整整暗恋她3年到毕业。我从来没有开过口。当时他有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应该完全不知道啊，因为我那时候藏得很好。因为现在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女生是谁，估计有一大片神秘的女生说，会不会是我？是我。你知道吗？以前言承旭喜欢我3年。应该是我，自己在里面对号入座。刚才在那个乐晨和多多的那个交流，是多多吗？我觉得是多多。我觉得能看出来的是乐晨怀疑是多多，因为他上次多多用过一个那个卡。但是我觉得多多的反应感觉也承认，还是也给他那个回馈了耶。我怎么感觉他们两个刚刚有很微妙的那个流动，是多多跟别的男生没有的。但我觉得瑞龙真的很欣赏多多的3观那个感觉。如果不是因为晨晨，我还觉得搞不好会不会瑞龙跟多多在那个健身房会有什么？我特别希望。就一开始多多在说话的时候，瑞龙一直在后面点头，因为瑞龙大家好像觉得他是小孩，但他其实又会很多语言，又是很好的学历，以及他之前在这些事情中的表现，他其实懂得很多，所以我觉得他对于多多的这种健康的、积极向上的爱情观，我觉得他是有欣赏。对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到底这个心动密语是谁开启的呢？我好想知道。要揭晓了吗？马上就要揭晓了，来吧。
来了来了，朋友们，有人开启了你的密语信箱，是谁？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回忆一下，你当时有哪个女生不见了呗？璇儿，哇，这会儿好像在破案呢。悬疑了。是谁？谁呀？谁呀？我们以为你去坐小火车了。这小火车你们看不到啊？哇哦！你的秘密即将会被知道，等着被邀约吧。你的那个小钥匙。不，是谁？是谁？我觉得有点不像是多多。这不是多多，他有没有可能是圆圆啊？我只能说，我希望是多多。快告诉我谁？应该是圆圆啊。Hello， 陈哥。哦。哎。等到了。哦。啊！是圆圆。Hello， 陈哥。哇哦！你看，他是直接从北京回来，第一件事情就做了这个。哦。这就要看洛尘到底对他是什么感受了。我去看看，那可是别开了我东西。给他看了。哇哦！哦。哎呦！天！哦哟！叫啥呀？天到了，这很好玩。你有没有猜到可能是我？没有，因为我最晚回来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了啥。但是你就是别人跟。这个当时我想了好久，我要问什么？我当时也写了很久。
这是什么？对方的5个问题是不是？哦，发车喽！没想到跟你聊场天真难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很难？小屋里人太多了呀。哎呦！而且我会觉得，如果我不去拿这个卡，我可能在小屋里都跟你聊不上天。一句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。哇，讲得好。啊，这样吗？我本来其实也不是很敢的。你已经很敢了，我觉得你好几次已经很敢了，你太敢了，太敢了。好喜欢勇敢的人啊！因为前几次我都觉得你好像是个很冲动、很冲动的人。我确实是一个很冲动，但是我其实，我觉得这是好事儿。理想型的画像，其实这个东西我之前有考虑过，我进小屋之前就想过，我可能可以说一些比较，就是在见到理想型之前，我可以说一些比较具象的点。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这个点。但是当你真正遇到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你之前预设的那些点，它可能完全跟之前的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给对方设这个标准，其实是一种很无理的要求。而且我也不希望预设，因为我一直以来我的一个信条是说，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我就觉得这个人，如果说他真的某一天突然出现，他其实什么样我也不会很在乎。哇！而且你俩相处的怎样，适不适合，只有你俩知道。就是我完全不会是为了那种适配去凑合的那种。就真的还是得找一个你心里觉得是你能够一直爱下去的那个。所以你不是那种冲动型，那别人的冲动会给你带来压力。哇，这问得很好，真好。对，那别人的冲动会给你带来压力。不太会，我觉得，但是也看吧，就是看事情，就好像我不过生日这件事情一样，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想要的都拿不到，所以后来就不要了。那我给你那个北大的那个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我就真的只是那个什么，顺带了一下。你不要，那你还给我。哎呀，别，我返给你个其他的好，返给你个其他。你经历的最好和最坏的事，或者说其实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事情。我觉得应该是我成人礼的时候。其实当时他有一个环节，就是要父母给自己的孩子要带一些成人的礼物。当时我跟我爸其实闹了很大的矛盾。但他还是来了。他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找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在
会场的最后面看着，然后就是他们当天没有给我礼物，他是后来等到我们关系稍微缓和一点了，然后到后来，这个项链我一直戴着。啊，就是这个。对。哦。因为我和我爸的性格都非常像，都是那种，就是很倔，就是不愿意低头。对，不愿意低头的那种。对，但是你也要理解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可能比较爱面子。他很会安慰人。好好呀。你呢？最好和最坏的事情？对于我来说，就是记忆深刻的几个印象，就是说，第一是我考上大学的时候。你是有多想考上大学？哎呀！其实进了学校之后，我发现，好像我的人生有一点改变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又加入了国护队嘛，去参加那个社团之后，我就感觉原来我也可以变得自信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心态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。哎，你为什么之前会是一个很自卑的人？他应该是有创伤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自卑？因为你跟别人聊天就很放得开，然后聊的话题就是也能自己找话题，说也能说的很多，除了第一天一直在抠杯子。记得这么牢。你就按狮子座这种标签来说，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开朗大方，而且一个善于言谈的人吧。但是生活中我确实说话很少，因为家庭的原因，就是我爸妈经常在家里都不说话，就我家里是死气沉沉的那种。认同，我们家也是那种冷冷的。就是我爸妈离婚了。然后，我爸是那种对我特别严厉的人，所以我特别会察言观色。其实两个都是有点创伤的人，他们都需要浓郁的爱。你知道我现在看你感觉好像是什么？其实你内心是有无数种冲动，但是好像就是被那个东西罩起来了。对。然后你现在只是留了一些空隙让它长出来，但是并没有完全长出来。对，我朋友就说，其实跟我聊天就会发现我其实很像一个刺猬，就是把自己保护的，就是内里柔软的部分保护得很好，然后把外面很多的刺释放出来。但是实际上跟我真的熟了之后发现，其实我还是一个就是内心特别需要别人能够一眼看破，然后直接过来找到我难过的点，然后来安慰我的人。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难。别机会了，总会有一个人看破你浓颜掩饰下的脆弱。你好，治愈彼此。怎么被你说那么搞笑啊？真是的。我从他们的就是聊天的内容来讲呢，我是觉得他们其实都是在情感上或者家庭可能是破碎啊，或者是有一点小小的创伤的，就是需要更加浓郁的爱给到他们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有时候他们遇到另外一个是互补的会比较好？我认为互补会好一些，因为他们太像。
对，但我觉得其实他们的状态是又很相似，但是又有互补的感觉在里面的。对。但是他们刚才说话最打动我的，其实是最后就是那个乐成说他眼中的卢远，然后卢远表达了认同。我觉得那一刻卢远被看到了，就是人和人之间这种互相看到了的那种体验，我觉得还是蛮珍贵的。你会觉得你跟这个人真正认识过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都希望、都渴望被看见。对，所以在这个夜晚，他们之间是真正有连接发生的。两个人之间一旦有连接发生，就变成了彼此特别的人。哦，一旦连接发生，就是特别的人。对，就像小王子和他的狐狸，而且他们是彼此的小王子，也是彼此的小狐狸。而这个火车真的就是往他们内心里去开了。我很喜欢两个人能够有像这样，你知道，就是没有别人，然后很独立的空间。有时候大家聊的话题是比较能够真的走到彼此内心世界，跟了解彼此。而且我特别喜欢他这个5个核心问题这个设计，就是他给了2个人沟通的一个抓手，我觉得特别有效率。能在这个阶段碰一碰大家在核心问题上能不能合适或认同，我觉得很关键。这个就是快速的拉近了彼此的这个时间距离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个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前最在意的问题是什么？最在意。这题太难了，是吧？是，只选一个的话，我觉得得慎重考虑，因为太多了。哦不，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敞开说。你看我说他100条，你有100个问题，我会很好奇，想要知道他的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和他家里人的关系，然后我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你相处。然后第2条，他和异性朋友的边界感，他有没有特别要好的异性朋友，且他会怎么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？因为我很容易吃醋，我小心眼。对，我理解，我也小心眼。那就是我希望他能够接受现在我的所有，不要让我改变。那你会想改变他吗？我觉得我不太会，就是因为现在的他才让我着迷，我才会喜欢。他要是全都变得跟 AI 就跟复制粘贴的一样，我就觉得就没有意思了。我就希望他跟我既一样又很不一样，有探索性，就我觉得会很爆惊喜。哎呦，瞧瞧，到底让我看看以后你男朋友是谁？我也想看。我特别在意的是笑点，就这个笑点，就是说不是说非得要对方很幽默，但是他得能 get 到这个幽默点，就你的包袱得响。我包袱得响，我不想，我感觉我自己没价值，你知道。但我比较在意的就是在矛盾出现的时候，他会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，这个是我想了解的，很重要。那我最核心的一个问题，我希望他是独立的，因为我觉得独立是基础。就是如果他的精神或者是经济依附于什么东西的话，我觉得那个相处起来会有很多的问题。是，我觉得乐观吧，就是乐观的人，他会有一种能量。当你是乐观，然后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用一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的时候，其实你不自觉你在影响你的环境，你周遭的每一个人。对，就是我也喜欢乐观的人，是因为像梦辰，他就是一个永远有解题方法的人。那未来的路不管多崎岖，不管多难走，我觉得我们也不怕，因为任何的难题，只要我们2个在一起，它都不是事儿。那这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全部的心动故事了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一周心动的信号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吧。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。本节目由花清香茶新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。我们每周4 12点真人秀加更，解锁更多心动线索。每周5、周6 12点陪你看心动，心动家族跨季联动，陪你磕个够。上腾讯视频草场地一键 get 嘉宾同款心动周边。各位，我们下周再见喽。